我和太子被誉为贤德夫妻，他勤勉自持，从不耽于房事。我也谨守本分，把东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晚太子在书房里正，我独自睡下，刚一躺下，就看到头顶一排字幕，笑死！太子妃以为太子在猛批奏折，实际上他偷偷躲着，哭成了尖叫的烧水壶。我清冷自持的裴承渊会哭，不过是看到太子妃写给娘家的书信，说愿以家族联姻替太子纳侧妃，他就心碎了。他真的超爱太子妃，还以为太子不喜欢他，实际上太子每晚都恨不得死在太子妃身上。我盯着字幕，瞪大眼睛，他死在什么身上？我吗？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我和太子裴承渊成婚2载，他从不在我房中过夜，每完事便去书房，就连新婚夜都是如此。这晚下人又来通报太子要在书房歇息，陪嫁的采薇看不过眼，一边替我卸钗环，一边替我抱不平。旁人还以为我们娘娘成了太子妃有多风光，可谁又懂娘娘的苦？您在闺中时可是京都第一才女，多少儿郎登门求娶，却偏偏嫁了个冷淡不会疼人的主。这深宫冷院的，没有夫君疼宠，将来得吃多少苦？就是您当初怎么就看上了太子，为他一句娶妻娶贤，吃了多少苦才当上第一才女？可他却转头喜欢上了一个武将女。早知如此，您还不如嫁给那位。学柳也跟着帮腔翻旧账。住口！见他俩越说越没边，我赶紧打断。我与太子的亲事乃圣旨御赐，岂能胡乱智慧？也怪我平日里太纵着你们，什么话都敢说了。哪天惹祸上身，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奴婢知错。两人赶紧跪下认错，脸上却还是不忿。采薇和雪柳都是我从丞相府带来的陪嫁丫鬟，从小就跟着我，忠心自是不必说。如今这般，也是心疼我。毕竟我在这东宫的日子，的确不如外界看到的那般好过。外面人人都说我与太子是贤德夫妻，两人从未吵嘴红脸，也未有过半分嫌隙。实则在这东宫的每一日，我都过得如履薄冰。太子待我表面温和有礼，却从不曾真正亲近，那些相敬如宾的场面，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戏码。我曾偷听到太子与门客议事，圣上替殿下选的这门亲，臣以为甚好。太子妃乃丞相嫡女，又有京都第一才女的名头，如此既可拉拢文臣，又能提升殿下的声望，当真是一门好亲。太子点头，本宫也觉得甚好，是以裴承渊看中的，不过是苏家和父亲在文官中的威望以及我才女的名头，而非我苏婉婉这个人。也是当年京都盛传太子和宁安侯府嫡女武昭兰是一对，若不是圣上忌惮侯府兵权，恐怕这太子妃也落不到我头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便冷了心，只一心当个贤良淑德的太子妃，打理好东宫之事，绝不逾矩。都起来吧，今后需谨言慎行。我抬手让两人起来。这东宫里耳目众多，一言一行都有人盯着，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他俩是我为数不多的亲信，自然不希望他们出事。这日子过一日且算一日吧。我守好太子妃的本分，有苏家在一日，裴承渊就算再不喜欢我，该有的体面也不会短了我。哪知我刚一躺下，便看到了那一排排让人瞠目结舌的字幕。清冷自持的裴承渊在书房哭成了烧水壶，还恨不得每日死在我身上。这等荒唐之词，简直耸人听闻。来人，更衣！但我属实睡不着了，必须去书房一探究竟。娘娘这么晚了，要去哪里？采薇替我披上外衣，忍不住好奇。此时已过2更，平日里我都睡熟了，今日却一反常态。叫小厨房准备点热的吃食，我也没多解释，吩咐他们带上食盒就直奔书房。吃食是小厨房一直备着煨在灶上的，就是怕主子什么时候饿了要用，因此倒也省了我等着的功夫。一路上字幕也没歇着，笑死！太子正哭得上头呢，要是知道太子妃来了，不知道是个什么反应。画面一定很精彩，迫不及待想看。哎，我说你们别想了，太子一定不会开门的。
这么脆弱的时刻，肯定不想让心爱之人看到。就是我赌一包辣条，太子妃见不到太子。楼上的，我跟一包。+1。字幕莫名其妙打起了赌，而我此时已来到书房门口。门口守着的是太子亲卫凌风。见我来了，他悄悄往门口移了移，眼神有些慌乱。娘娘，您怎么来了？本宫怕殿下太辛苦，夜里受了寒气，特意送些热汤来。您这……凌风脸上露出一抹惊讶。字幕跟着跳出。这侍卫怕是觉得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们太子妃居然主动关心起太子来了。也是，平日里太子妃觉得太子又不喜欢自己，也不愿意热脸贴冷屁股，自然不会做这些。你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通禀你家殿下！见凌风傻站着，采薇催促道。凌风忙应声，哎，好，小的这就去。他刚转身要去推门，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又猛地收回手，看着我和采薇，一脸尬笑。那个，要不娘娘还是别进去了，殿下这会正忙着议事，不方便。这事和我会转交给殿下的，更深路重，娘娘还是早些回去歇息。这是拐着弯的赶我走。字幕激动，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太子妃进不去，辣条都是我的。我瞥了眼字幕，不动声色地往门口一站。殿下不方便，那本宫便守在这门口，等他方便了再进去。这凌风傻眼，让他进来吧。就在我准备与凌风对峙一晚时，门内传出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低沉嘶哑，像被砂纸抹撒过一般。真哭过了，我心里嘀咕着，接过采薇手里的食盒，抬脚便进了门。裴承渊就坐在书案后，侧着脸，举着一本书，不让我看到他的正脸。字幕笑疯了，太子怕是不知道，他把书给拿反了，简直此地无银300两。我假装没看到字幕提示，把食盒放到桌案上，端出汤碗，柔声对裴承渊道：殿下勤政也得注意身体，臣妾叫人炖了参汤，来，快趁热喝。裴承渊闷闷地应了一声，迅速放下书，端起汤碗，仰头就喝。喝完迅速把汤碗放回我的食盒里，又重新拿起了那本书。本宫喝完了，你回去吧。字幕又跳出来了。哇，他的嘴好气人呀！这太子浑身上下最硬的就是嘴巴。老婆半夜来看他，明明心里乐疯了，嘴角都快压不住了，还硬装出一副若无其事、云淡风轻的模样。太子殿下，你这样得不到老婆欢心的。就是，小心追妻火葬场。太子妃别走，他心里其实老想你留下来了。他在偷偷看你的反应，你看他紧张的书又拿反了。看了字幕，我这次没忍着，伸手将裴承渊手里的书抽出，正过来又塞了回去。殿下，您书拿反了。啊！裴承渊猝不及防转过头来，正好与凑近的我头抵在一处，四目相对，气息相闻。这是我们除了例行同榻的那几日之外，靠得最近的一次。我分明瞧见裴承渊耳朵悄悄红了，但紧接着他的脸也跟着红了，气息变得急促不稳。他扯了扯衣领，突然你没问我，太子妃刚给我喝的是什么参汤？我一凛，方才没仔细听采薇的回禀，眼下根本答不上来，倒是字幕替我解了围。笑死，太子妃刚才没听清，采薇说的那是人参鹿茸汤，最是补肾壮阳，这回怕是起效果了，太子都红成煮熟的虾子了。哈哈哈，那岂不是有好戏看了？现场直播吗？我想看。见我不回答，裴承渊转头拿过那汤碗嗅了嗅，瞬间瞳孔微震，原来是鹿茸汤。他喉头滚动了一下，突然将我拢在怀里，眼神晦暗不明。太子妃不如解释解释，这是何意？臣妾并不知情，只是吩咐采薇准备热汤。我脸颊滚烫，偏过头不敢看他。眼前的字幕突然变色，入目皆黄。啊！太子这眼神好欲，感觉要把太子妃生吃了。马上就能看到这两张伟大的脸亲在一起，这谁顶得住啊？太子妃在躲什么啊？快起来扑倒他！
字幕满是虎狼之词，我看得更是面红耳赤。婉婉看着我，裴承渊轻声唤我，声音却带着不同于往日的强势和急迫。眼下这场景让我想起了字幕那句他恨不得死在太子妃身上。我机遇落荒而逃。殿下，采薇还在外面等着，我先回。却不想裴承渊突然起身，一把扣住我的手腕，将我按在桌案上。宽大的衣袖扫过石盒，瓷碗当啷滚落。既然汤是太子妃送来的，他带着我的掌心按在自己滚烫的颈侧，眼神炙热而迷离。这残局不得太子妃来收拾？我被他颈侧的温度烫得发抖。忽然瞥见门外晃动的人影，想起采薇他们还在门口，我们这般动静定是被他们听着了。这下没法见人了。殿下，外面还有人。我话音未落，裴承渊却喘息着将额头抵在我肩上。方才那碗汤怕是炖了整副路边。我顿时傻眼，这小厨房下料也太不知轻重了些。窗外适时传来3更梆子响，飘摇的烛火扑地熄灭了。黑暗中有温热的唇寻到我的，带着压抑许久的渴望。字幕瞬间抓狂，什么鬼？看得正来劲呢，怎么突然黑了？有什么是我这尊贵的会员不能看的吗？来人呐，快把灯点上啊！我被太子身上的沉香气息全然包裹，已然顾不上看字幕。不知过了多久，突然门砰的一声被打开。来人先是咦了一声，殿下不在吗？怎么没点灯？接着凌风的声音追了进来，小侯爷，你快跟我出去，别坏了殿下的好事。来人却没听懂似的，自顾自说着，就你们那位整日埋头公务的殿下，能有什么好事？不过我这倒真有一桩大好事。前线急报，晋北军大败西凉，朝兰不日便要回京了。凌风，你说是不是大好事？凌风没有接话，倒是裴承渊接了句，我这东宫什么时候成你宣阳侯府的了？进来也不叫人通传，没规矩，还不给我滚出去！他怒意横生，我却满脑子都是小侯爷那句朝兰不日便要回京。殿下的心上人要回来了。回立正殿的路上，采薇还在气愤，娘娘，如今那位人还没回来，太子殿下就不待见您了。若真回来了，您在这东宫还有何立足之处？我淡淡应了，实际并未真的听进去。方才我是落荒而逃，如今却不自觉回想起宣阳侯世子突然闯进来之前与裴承渊的那半刻缠绵。他那般急切的所求，全然不同于往日的浅尝辄止，像是要将我拆骨入腹一般。今夜的动情究竟是喝了参汤的缘故，还是如字幕所说，他心悦我？可武昭兰要回来了，他又似乎很高兴，实在想不明白。我的头有些晕。娘娘，娘娘您怎么了？采薇又惊又急，我软倒在了她怀里。不过是送了一回汤，竟是病倒了。太医呢？怎么还没来？殿下莫急，太医院回话，当值的太医都被叫去宫里给贵妃娘娘看身子了，等有人回来便会立刻来东宫看诊。那得等到何时？凌风，你亲自备马去张医正府邸，不管用什么办法，速速将他带来。是，小的这就去。耳畔人声嘈杂，我认出那是太子裴承渊的声音。他如此着急，这是关心我。忽然一丝凉意从额间传来，像是有人在轻抚我的额头，指尖微凉，有点舒服，我下意识贴了上去。这么烫，你们都是怎么照顾太子妃的？我们娘娘这些日子一直在整理东宫的账目，已经连着几日没好好歇息了。许是加上今夜吹了风，这才病倒了。雪柳颤着声音解释，先好生照顾着，等你们娘娘好了，自去领罚。丫鬟宫女们纷纷应是。周遭安静了一会儿，忽又有人说话，殿下既然这般关心太子妃，倒不如跟他说开了。是宣阳侯世子李云霄，他竟还没走。裴承渊先是冷哼一声没理他，过了会才沉着嗓子道，有些事弄清楚了反而难堪，倒不如现在这样相敬如宾，对我们都好。没想到殿下也是个胆小鬼，不就是个九王爷，你堂堂太子还怕比不过他不成？
李云霄说话自来没个轻重。果然，裴承渊冷声道：“加上今夜擅闯东宫，宣阳侯世子以下犯上，藐视东宫，罚作东宫教场陪练侍卫1月，再抄礼记100遍。凌月，你来监督，抄不完不许他出门。”凌月应声答是。李云霄顿时哀嚎：“报复！你这是妥妥的报复！我不就是打扰了你跟表嫂的好事吗？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再说，过几日招兰就回京了，抄100遍礼记，我岂不是不能迎他回城？你故意的，小心眼！他太吵了，把他拖出去，别扰了王妃休息。”裴承渊下了逐客令：“呜呜，殿下，我可是你亲表弟，你不能这么对我。小侯爷请吧。”凌月是裴承渊手底下最冷酷无情的亲卫，凶起来就连王爷的面子都不给，更何况区侯府世子。裴承渊让他监督，是真下了狠手。不过李云霄是真的吵，我昏昏沉沉的躺着，都被吵得耳朵嗡嗡作响。这么一闹，我竟是忽略了他们方才说的什么九王爷。裴承渊怕什么比不过九王爷？是怕他夺嫡，还是……算了，头好痛，睡觉。字幕恨铁不成钢，夺什么嫡？他是怕九王爷夺你啊！哎呀，这两人怎么都不长嘴，给我急的。喜不喜欢倒是问啊。我高烧3日才退，醒来时裴承渊就躺在身侧，睡着的他似是比之前清瘦了些，眉眼间散去了几分疏离的冷意，添了几分疲倦，唇自然抿着，看着却比平时更软些，竟让人有些忍不住想亲。我这么想着，身子也情不自禁地凑了上去，却不想裴承渊好看的凤目倏然睁开，吓得我一个机灵，急忙后撤，头差点撞到床柱。情急之间，裴承渊长臂一捞，护住我脑后，将我重新按进怀里。如此一来，我的唇便径直吻上了他敞开的玄色中衣领口下那冷白的锁骨。只听他闷哼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悄然贴上了我的亵裤。字幕齐刷刷变色，妈呀，一大清早就这么刺激，太子你可以啊！默念10遍清心咒，我只能说信女这20年行善积德，看到这画面是我应得的。好好好，太子终于要雄起了，抱着老婆担惊受怕的睡了3天，终于要吃肉了吗？上回那么好的氛围被小侯爷打断了，太子一连吃了好几颗清心丸才把那药效压下去。这一次，嘿嘿嘿，而且这次是大白天，再也不用担心蜡烛灭了看不见了，哈哈哈哈！字幕真是不堪入目，但我还是看到了其中的不同寻常。原来我病了的这3日都是裴承渊陪着。就在此时，外头突然传来急促的通传声和孩子的啼哭声。殿下，小殿下一直哭，也不肯让乳娘喂奶。来人还没说完，我便猛地推开太子，快把恒儿抱进来。娘娘，你醒了。来通传的是采薇，见我醒了，她又惊又喜，快步越过屏风，将手中啼哭不止的奶团子塞到我怀里。恒儿不哭，娘亲在。我看看已经哭得满脸通红的孩子，满是心疼，却忽略了一旁脸早已黑成锅底的裴承渊，反倒是字幕提醒了我。哎呦，这小屁孩可真是他爹娘爱情路上的绊脚石。太子妃，你快哄哄你家太子吧，他吃自己儿子的飞醋，都快把这屋子腌出酸味儿了。就是，他甚至想等孩子再大点，直接送进宫里教养，这样他就能独占你了。我拍着孩子的手一顿，怪不得裴承渊每次来我屋里，看到恒儿都是直接让奶娘抱走，从不亲近。原来他不仅吃儿子的醋，还想着把他送走，这可不行。我当下便转头把已经哄好的孩子塞进裴承渊手里。裴承渊一惊，差点把手里的孩子给扔出去，被我一把摁住。殿下，你抱抱他。恒儿出生这么久，你还没抱过他呢。我低声敛眉，撒娇恳求，双手轻轻附在太子抱着孩子的手背上，小心翼翼地帮他调整抱孩子的姿势。字幕惊呼：我靠，太子妃第一次这么娇声软语对太子说话吧？这还不把我们太子殿下给迷死？笑死，太子手里抱的是儿子，
实际心里眼里全是儿子他娘。我敢说，要不是太子妃手摁着，太子早就把儿子扔出去了吧？还得是一物降一物啊。裴承渊第一次抱孩子，动作很是僵硬。恒儿像是认出了他爹，咯咯笑起来，露出2颗小小的乳牙。看着奶团子在怀里咿呀呀冲他招手，裴承渊的动作和神色也渐渐柔软起来。到底还是血浓于水。看着父子俩初次温情相处，我心底的寒冰也随之融化些许。或许正如字幕所说，我真的可以尝试着相信裴承渊他心悦于我。就在我们一家3口其乐融融时，门外又有急报：太子妃娘娘、皇贵妃娘娘召您进宫。我一凛，来了。给太子纳侧妃的事，终究还是躲不过去。本朝并未立后，太子的亲娘是当今的孝德皇贵妃，代掌封印，掌管后宫诸事。与九皇子的母妃，当今的宠妃萧贵妃，在后宫成2足鼎立之势。别怕，本宫陪你去见母妃。裴承渊忽然握住我的手，看向我的眼底，涌动着我看不懂的情绪。好，我轻轻点头，没有拒绝。这是除去年节之外，太子第一次说要陪我进宫。病了一场，我与裴承渊之间好似有什么东西消融了一般。他待我不再是礼貌疏离，变得亲近许多。我挺高兴。长秋宫，皇贵妃见太子与我一同进宫，很是诧异。渊儿怎么来了？转头看向我的眼神带着淡淡的不满。看来太子妃对本宫先前所说之事是不愿意。我缓缓跪下磕头，正要分说，却被一旁跟着跪下的裴承渊抢了先。母妃明鉴，此事与太子妃无关，是儿臣不愿。我心猛地一颤，转头不可置信地看他。他居然为了护我，公然忤逆亲娘。胡闹！纳侧妃一事事关皇家延续血脉，关乎社稷根本，岂能你说不愿就不愿？见皇贵妃生了气，我忙替太子辩解。母妃息怒，殿下并非此意。臣妾早些时日便已去信家父，让他帮忙留意侧妃合适的人选，如今已稍有眉目。皇贵妃这才略微消气。既如此，太子妃倒是个识大体的。等过几日，本宫举办个赏花宴，邀请京中各家女眷参加，届时你在一起相看相看。我正要应下，裴承渊还是执着反对。太子妃贤良淑德，持家有道，与儿臣琴瑟和鸣。侧妃一事若只为延续血脉，儿臣以为现有太子妃一人足矣。你说什么？皇贵妃以为自己听错了。我也以为我听错了。裴承渊重重磕头，又重复一遍。儿臣以为有太子妃一人足矣。我心头巨震，他竟说有我一人足矣，又不似在开玩笑。字幕刷得飞起，呜呜，太感人了。为了老婆硬刚亲娘，太子活该你有老婆。我支持你，我也支持你。荒谬！皇贵妃拍案而起，眼中怒火喷薄。你可知你父皇为何迟迟未立后？那是因为他需要平衡朝堂各方势力。如今你已是太子，将来要继承大统，就得和你父皇一样懂得平衡之道，岂能只守着他一个女人？且前儿你父皇已收到边疆捷报，老九战功斐然，在朝中声望更隆。萧贵妃那贱人仗着儿子的功劳，都快骑到你母妃头上来了。你若不纳侧妃，拥有更多助力，如何才能坐稳这太子之位？面对自己母妃的责难，裴承渊依旧语气坚定。母妃，儿臣并非不知轻重，只是儿臣以为太子之位靠的从来不是后宫佳丽3000，而是朝堂根基与自身才德。况且儿臣早已答应父皇，愿以5年时间为父皇分忧，为朝廷立功，而非以内妃来换取朝臣支持。如若不成，儿臣甘愿自请废去太子之位。什么？皇贵妃气得倒退2步，浑身发抖，几乎站立不住，只能靠身边嬷嬷扶着。逆子，你竟与你父皇做这等约定，你莫不是被这女人迷了心窍，连这天下和你母妃都不要了？儿臣并非一时意气，还请母妃相信儿臣。好，很好。渊儿，你今日护她，可曾想过你护得了她一时，能护得了她一世？儿臣愿以性命护她周全。若母妃要怪罪，儿臣一人承担便是。
裴承渊又重重磕头。皇贵妃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似怨似慕，随后像失去所有力气，叹了口气。罢了，既然你心意已决，母妃也不再多言，只是希望你日后莫要后悔今日的决定。说罢，他拂袖而去，留下满室寂静。字幕疯狂叫好：太子哥威武！这波护期我给满分！太好了，太子可终于长嘴了，接下来给我甜甜的夫妻日常好不好？我年纪大了，看不了虐的。我宣布，这里就是大结局。太子和太子妃一生一世一双人。可也有字幕担忧，楼上的，你们未免太天真，自古最是无情帝王家，怎么可能一生一世一双人？就是皇家争斗，女人从来都是附属品和牺牲品。你们且等着看吧，太子能不能做到他说的如此忠贞？字幕各执一词，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没想到裴承渊今日护我至此，可正如字幕所说，我们的前路漫漫，并不好走。别怕，有我在。回去的马车上，裴承渊握紧我的手。殿下何时同圣上定的约？我忍不住问道。裴承渊默了默，答：赐婚那日。竟这么早？难怪他从成亲之日起便日日埋头政务，竟是他与皇帝做了对赌。赢了，我便一人独占东宫；输了，他便放弃东宫之位。这是一场豪赌，我在他心里竟堪比这天下。殿下为何不早点同臣妾说？裴承渊脸色倏地暗淡下去，看着我眼神闪烁，欲言又止，全然没了方才面对皇贵妃直抒胸臆的气势。我正疑惑，字幕又出来了。哎呀，太子不敢说，那是他以为太子妃心有所属，怕他知道太子向皇帝求赐婚，拆散他跟心上人，会讨厌他。我去，这太子又争又抢啊，竟然这么早就开始布局，连赐婚也是他自己求来的。没错，他还跟皇帝说，如果他输了太子之位，便会给太子妃一封放妻书。老天，世上竟有如此痴情绝种，我也想有一个。字幕说的我心头一紧，忍不住轻身上前，在裴承渊颊边轻轻一吻。他猛地抬头，眼中灰暗如春雪消融。还不待我说话，他一把拉过我，不由分说地吻了下来。他吻得又重又急，几乎要将我碾碎。不知过了多久才停下来，末了他将我身上的披肩拢了拢，叹息：婉婉，我是真不知该拿你如何是好。他说的小心翼翼，像是怕碰碎世间最珍贵的宝贝。哎呦，我真服了，一个九王爷，一个武昭兰，有这么难以启齿吗？你们俩不说，我替你们说啊，这俩就是配角，小配角，你俩才是男主女主，绝配顶配天仙配。楼上的，你别误导女主啊，九王爷明明是反派，大反派，太子妃你要小心他。不过这出剧情好像不一样了，我记得之前男女主因为互相不信任，才被反派撬了墙角的。好像是，现在我也看不懂了。算了，管这么多干啥？男女主甜甜蜜蜜就好啦。字幕消失得很快，我却抓住了关键信息。九王爷裴承奇是反派，我心一沉。当初我曾因一本琴谱与他结缘，曾与他多次以琴会友，引以为知己。后来他受命出征，便断了联系。没想到他居然不是好人。回东宫不久，裴承渊便忙了起来。圣上命他协礼部筹备中秋宫宴，同时也是给靖北军准备的接风宴。他一连忙了几日，却日日不忘让凌风回来叮嘱我喝药。连采薇都说，咱们这殿下如今像变了个人似的。自从那日听太医说娘娘差点不成了，殿下就把娘娘当眼珠子似的宝贝着，生怕磕着碰着了，连夜里都不曾离开半步。娘娘，您说殿下不会被什么附身了吧？雪柳赶紧捂住他的嘴。呸，可不许胡说。我听了，只一味低头抿嘴偷笑。他可不是被附身，而是终于此身分明了。很快到了宫宴那日，百官携家眷入宫，我身着华服，端坐在裴承渊身侧。大殿上，一身戎装的女子跪拜叩首：臣女参见陛下，皇贵妃娘娘。
出征2载，为国效力，幸不辱命。快快平身！巾帼不让须眉，你安侯生了个好女儿啊！朕便封你为昭武大将军。说吧，你还想要什么赏赐？朕都答应你。哈哈哈！圣上龙颜大悦，准备厚赏武昭兰。陛下，臣不想要金银珠宝，只有个不情之请。哦，爱卿有何请求？武昭兰环视大殿一圈，目光掠过太子，停留了几瞬。我心里一咯噔，不会是要求赐婚吧？没想到他目光一转，最后落在我身上。臣想与太子妃比试一场。他话音一落，满座哗然。我也吃了一惊。字幕议论：他这不是耍无赖吗？哪有习武之人跟闺阁妇女比的？就是，太子妃别理他，他就是为了让你出丑的。太子妃一介闺秀，如何与你这征战沙场的武将相比？礼部尚书率先出声反对。随后，我父亲苏丞相也站出来谏言：陛下，昭武将军此举恐怕不妥，让小女与其比试，未免有失公允。我还没说比什么呢，你们怎知不能比？武昭兰浑然不在意众人眼光，对御座上的皇帝说道：臣素闻太子妃乃京城第一才女，君子行6艺，想来射艺也应当不差。我们就比一场射箭如何？先说好，不论输赢，只为今日之宴助兴。他这话说的冠冕堂皇，却犹如一把利刃直刺向我。若我不接下比试，不仅等于承认我这京城第一才女徒有虚名，还扫了大家的心。可若我接下比试却输了，也会被人说我这个第一才女名不副实。如字幕所说，今日他便是故意要我丢尽脸面，让全天下人知晓他是英姿飒爽的大将军，而我不过是一只深宫娇养的金丝雀。这圣上被他说的有些异动。父皇，太子妃近日身子不适，恐怕……裴承渊捏了捏我的手，示意我安心。我却反过来将他的手按住，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站了起来。无妨，昭武将军为国征战，本宫岂能扫兴？殿内瞬间安静下来，圣上在我和武昭兰之间来回扫视，微微蹙眉。太子妃只管尽力而为，这场比试不计输赢。父皇放心，儿臣省的。我躬身一礼，丝毫不露惧色。圣上抚掌大笑：好，果真是朕的儿媳，有胆色。但在场无一人觉得我能赢，连我父亲都目露忧色。只是他们并不知，我曾在闺中时，每听说太子称赞哪位贵女，都会偷偷记下对方的优点，然后加倍努力。武昭兰善骑射，我便私下请了师傅教自己马术和射箭。李尚书家的小姐精通音律，我便苦练古琴到指尖流血。如此日复一日，才摘下京城第一才女的桂冠，成为配得上殿下的人。所以这次比试恐怕要让武昭兰失望了。御花园里很快设好箭靶，武昭兰挽弓搭箭，3箭皆中红心，赢得满堂喝彩。轮到我的时候，裴承渊突然离席走来：本宫来替。殿下。我按住他拿起的弓箭，轻声道：你可信我？他沉默地看了我半晌，终是放手。我拉开长弓，瞄准射箭，第一箭擦着靶边而过。武昭兰嘴角刚扬起，我的第2箭突然劈开前箭，直入靶心。第3箭更是离弦惊雷，竟将靶心射穿。3箭射完，整个御花园鸦雀无声，随后爆发掌声。圣上更是激动地站了起来：好，好，不愧是太子妃，果然不俗。武昭兰则立在一旁，脸色煞白。可此时已经无人在意，人人都在称颂我这个文武双全的太子妃。是他亲手将他的荣光时刻赠予了我。太子妃何时学的射箭？我回到座位后，裴承渊目光复杂地看着我，像是第一次认识我一般。我揉了揉微疼的掌心，心底涌起一股郁气，突然冲他促狭一笑：殿下不如猜猜看。他看着我一顿，突然结巴：本宫猜不到。字幕嘲笑。太子妃一笑：殿下魂会飘。太子好笨，自然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学的。太子妃这把高端局，直接把女配秒了。要我说，女配就是自取其辱。当初也是他故意误导女主，让女主以为太子喜欢她的。我看着字幕，
突然脱口而出：“我赢了昭武将军，殿下不生气？本宫为何生气？”裴承渊一愣，继而眯起眼睛，凑近我：“太子妃莫非以为本宫喜欢昭武将军？是臣妾失言了。”我连忙告罪，往旁边挪了挪。他离得太近，呼出的热气打在我耳畔，痒得很。本宫不喜欢他，只不过欣赏他的身手和才干，仅此而已。裴承渊突然抓过我的手，放在他温热的掌心。他一边解释，一边低头，指腹似沾着什么，轻柔地在我手上抹开。冰凉的触感让我手心一缩。别动，手不想要了。他竟知道我拉弓受伤，再给我涂药膏。我心头一热，正要说话，忽听头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皇兄和皇嫂可真是恩爱。臣弟来迟，竟错过了皇嫂的精彩比试，真是遗憾。”我闻声抬头，便看到一张与太子七分相似的脸，有片刻失神。是九王爷裴承奇。反派也长这么帅，我要叛变了。能不能让太子妃左拥右抱，同时拥有太子和九王爷？赞同楼上。只不过区区2根，我觉得太子妃能行。太子裴承渊清冷，九王爷裴承奇邪魅。太子妃吃的是真好啊！你们都让开。众所周知，男主归女主，好看的反派归读者。楼上的倒也不要什么垃圾都收。我闭了闭眼，这字幕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啊。无妨，就地入座吧。说话时，裴承渊依旧握着我的手腕，却是无声加重了力道。裴承奇笑笑，便入了座，而后一直朝我们这个方向看着，眼底似有暗流涌动。笑死，修罗场。九皇子看嫂子的眼神可不清白，没看到太子的醋坛子都打翻了吗？根本舍不得放开太子妃的手，恨不得昭告天下，我老婆的手只有我能摸。一场宫宴下来，太子喝得步履摇晃，回东宫的马车上，整个人都坐不住，直往我怀里倒。殿下，注意仪态。我提醒他，他却猛地倒在我腿上，抓着我的衣襟，醉眼朦胧地问我：“本宫跟九弟哪个好看？”我被他问得愣住，一时有些失语。他竟跟九王爷吃醋，还要我回答谁长得好看。没想到堂堂太子这么幼稚。见我不回答，裴承渊有些急了，声音带上了哭腔：“你是不是喜欢九弟？不然为何方才他一进来你就盯着他不放？你薄情寡性，你见异思迁。你是本宫的太子妃，怎么能看着别的男人？苏婉婉，你有没有心？不过是因为那张脸和裴承渊过于相似，才多看了2眼，没想到竟叫他误会了。”说着说着，一贯清冷自持的太子竟呜呜哭了起来，倒叫我手足无措。他怎么真像字幕所说，哭得跟烧开的水壶一样啊？这可是在路上，若是叫外人听见，他这太子的颜面何存？我赶紧将他抱住，像哄恒儿似的，轻轻抚摸他的头。你好看，你最好看。乖，别哭了。真的吗？他止住哭声看向我，眼里似还噙着泪珠。我被他这副模样逗得忍俊不禁，却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只好强忍笑意道：“自然是真，在我心里，殿下龙章凤姿，自是旁人不能比的。我心里只有殿下，早已容不下他人。”趁着他醉酒，我也将多年埋藏心底的秘密说出。说完，我低头在他额前印下一吻。他突然睁开眼睛，问我：“婉婉，可还记得10年前丞相府的海棠花树？”我呼吸一滞，心跳如擂鼓。海棠树，原来他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殿下也记得。他的唇还贴在我耳畔，温热的气息让我微微发颤。怎么不记得？他低笑一声，手指抚上我腰间的海棠玉佩。那年你才这么高。手掌在我腰间比了比，踮着脚在树下采花，花瓣落了你满头。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糖纸，那是我随手送他的桂花糖。殿下一直留着。我声音发涩，他眸光暗了暗，忽然捉住我的手按在自己心口。婉婉，你以为本宫为何非要娶你？字幕炸了。原来太子是蓄谋已久，10年前就盯上人家小姑娘了。这什么顶级纯爱战神？
这时马车一个颠簸，裴成渊整个人和我换了个姿势，压在了我身上。风吹起车帘一角，清冷的月光如碎银般洒了进来。裴成渊看着我的眼神近乎清明，哪里还有醉酒的模样？那眼底幽深的像是要将我吸进去。他咬着我的耳垂，轻声说：“婉婉，今夜的月色真美。”下人四散开去，只剩下一辆马车独立跃下，月色如清波翻飞。字幕全是。我请问呢？给我这个尊贵的会员看个马车是什么意思？切内景，切内景，这个视角也太不懂事了。而我沉沦在无边的火与热里，早已无暇他顾。第二日醒来，我浑身都像被马车碾过一样，心里不禁把裴成渊骂个半死。什么清冷太子，什么冷淡不耽于房事，都是骗人的。而且字幕说的也不对，他不是要死在我身上，他是要我的命啊。而裴成渊自从那日得了去，便夜夜缠着我不知厌足。采薇和雪柳背着我偷笑，看来咱们很快又要多一位小主子了。哎，我听凌风说，殿下私下找了40个武士轮番挑战昭武将军，差点把他累死。咱们这位殿下是真的疼爱娘娘，从前倒是我看走眼了。别说你了，我也是。还有，没想到殿下竟这般勇猛，昨儿一夜叫了7次水。两人在我窗外窃窃私语，我听得又羞又恼。都怪裴成渊，我这以后还怎么见人？当晚，我便让奶娘将恒儿抱到我屋里。恒儿已经快满周岁，如今很是好动。他一来，总算是把裴成渊给挤开了些。裴成渊攥着被我扔开的枕头，眼神幽怨。婉婉，你这是抛弃亲夫？恒儿趴在我怀里，嘴里含含糊糊地喊着夫王母妃报。我趁机往床里面挪了挪，挑眉看他。不是殿下说要多陪陪恒儿吗？诺，臣妾把他抱来了。字幕笑死，看太子殿下吃瘪的样子，我能笑一年。小皇孙，本宝宝才是正宫。太子，早知道生个儿子会跟我抢老婆，我就不生了。裴成渊突然上前把恒儿从我怀里抱走，满脸不情愿。那便让我抱着，仔细累着你。恒儿也没哭闹，只不过悄悄冲他父王撒了泡热乎乎的童子尿，将裴成渊的衣衫都浸湿了。裴成渊黑着脸站起身，喊奶娘抱走恒儿，而我在一旁捂着帕子憋笑，憋得肩膀直抖。看来恒儿还是挺喜欢他父王的。裴成渊脸更黑，突然俯身凑近我耳边低语：“等他睡了，看我怎么收拾你。”温热的气息让我瞬间红了脸，正要躲开，谁知此时外面急急通传：“不好了，殿下，太子妃娘家出事了。苏丞相被查出通敌叛国，陛下震怒，苏大人一家举家下了大狱。”什么？我和太子双双震惊。苏府出事后，我便被圣旨禁足东宫，我出不去，唯有太子裴成渊为我四处奔忙。可天子下令，所有人都对苏家之事避之不及，查起来并不容易。他出去一整日，回来时已是深夜，身上还带着夜露的寒气。怎么样？我急问。他搓了搓手，待热乎一些，才握住我的手。婉婉，你别着急。我哪能不急，几乎落下泪来。我父亲如何？我母亲和哥哥们，他们都被关在刑部大牢，暂时无碍，只是那里戒备森严，我的人也没能进去。我看着他眼眶发红，殿下，我父亲绝不会通敌，一定是有人栽赃。我知道。裴成渊抬手替我拭去眼角的泪水。只是今日我在刑部调卷宗时，发现所有证据都指向苏家与北京往来，甚至还有你父亲的手印。不可能！我猛地抓住他的衣袖。父亲向来谨慎，就算真有密信，也绝不会留下手印。裴成渊眸色暗沉，这正是蹊跷之处。更奇怪的是，刑部尚书今早突然告病，此案已转交大理寺少卿周肃审理。我心头一跳，周肃是九皇子的人，难道这背后之人是裴承奇？此事恐怕不仅是针对苏家，而是冲着东宫来的。婉婉，明日一早，你换上采薇的衣裳，我命凌风护送你出城。裴成渊突然道。不行。我一口拒绝。
殿下，我若此时离开，朝堂上下便会说太子妃心虚叛逃，连带着东宫也洗不清嫌疑。可你留下来会有危险，我不能冒这个险。我们会有办法的，会有办法的。我抓着裴承渊的手急得冒汗，脑子飞速转着。眼下敌暗我明，每一步都可能踏入陷阱。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指尖掐进掌心，借着疼痛理清思绪。对了，字幕。我突然灵光一现，冲着虚空喊出了声：你们快出来，10万火急！半透明的弹幕突然从四面八方涌现。卧槽卧槽，太子妃居然能看见我们！我说怎么剧情越走越歪，原来是角色开挂了。好刺激，好刺激！太子妃苏婉婉，叩谢诸位昔日解惑之恩。诸位，婉婉知道你们能听见。今苏府遭逢凶大难，父亲被诬陷通敌，苏府300余口危在旦夕，求诸位，求诸位再指点迷津。我对着虚空拜了3拜，旁边的太子和心腹侍从都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凌风对着采薇小声嘀咕：娘娘是不是遭受打击太大，疯了啊？采薇气得踩了他一脚：你才疯了！我家娘娘自有神明庇佑，定会逢凶化吉。裴承渊没说话，只是瞥了他们一眼，他们立刻噤声。字幕见我拜倒，也是惊奇不已。我靠，我没看错吧？太子妃这是在拜我们，还是第一次有皇族跟我行礼？老子能吹一辈子。太子妃娘娘，我来说。其实这剧情走向我们也没见过，但据我所知，你父亲确实是被诬陷的。对，原著里苏家就是被九皇子陷害的，他伪造了通敌证据。但是原著里太子妃这时候已经被废了，根本没人救苏家啊。现在剧情全乱了。我盯着那些飞速滚动的字幕，心跳如雷。诸位，我强压着颤抖的声音，可有办法证明我父亲清白？字幕停顿了一瞬，随即更加疯狂地滚动起来。有，关键证据在刑部卷宗里。九皇子的人把真证据藏在了刑部后堂的暗格里。对，暗格里还有他和北境使者的密信原件。但是刑部现在全是九皇子的人，根本进不去啊。裴承渊突然握住我的手：婉婉，你在和谁说话？我这才意识到他看不见那些字幕。殿下，我急中生智，找了个理由。我幼时曾得一人传授，能通鬼神。方才神明给了我启示。凌风倒吸一口凉气，采薇则骄傲地挺起胸膛，就像是在说：我说的没错吧？裴承渊眸色深沉，却并未质疑。神明怎么说？刑部后堂暗格里藏有真的证据，还有裴承奇与北境使者的密信。话音未落，裴承渊脸色骤变，他猛地起身：凌风，属下在，速派人前往刑部，切记不可打草惊蛇。是。凌风领命而去。他在回来时浑身浴血，怀里抱着一叠信件，最上面那封赫然盖着裴承奇的私印。找到了！我激动的声音发颤。裴承渊看到信件，脸色阴沉如水。果然是他。信件清楚显示，裴承奇为夺嫡，不惜与北境勾结，陷害忠良。我这就进宫面圣。他转身就要走。等等！我拉住他。殿下，仅凭这些还不够。为何？裴承奇心思缜密，定会反咬我们伪造证据。神明启示，我们需要更直接的证人。我把字幕所说告诉裴承渊。正说着，采薇慌张跑进来：娘娘，九王爷带人围了东宫，说是捉拿劫匪。我与裴承渊对视一眼，心沉到谷底。来得真快。他迅速让人将凌风从密道转移，同时将信件塞给我。婉婉从另一条密道走，去找沈太傅。我不走，听话。他猛地将我推向采薇，保护好太子妃。话音刚落，殿门被轰然撞开，裴承奇带着禁军鱼贯而入。皇兄，深夜叨扰了。他笑得阴冷。有人看见劫匪逃入东宫，臣弟特来搜查。裴承渊挡在我身前，九弟好大的阵仗，可有圣旨？事急从权。裴承奇一挥手，禁军立刻散开。
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信件还在我袖中。突然，裴成奇的目光锁定了我。黄嫂脸色怎么这么差？她缓步逼近，竟是不顾理智，拉起了我的一只手，手也抖得这般厉害。还记得我教过你什么吗？裴成奇凑近我耳边，弹琴，手要稳。他继续放低声音，离开皇兄，跟着我，我可保苏相不死。我骤然抬头，猛地推开他，你休想！字幕乱叫，这是什么禁忌之恋？他好变态！他盯着太子妃的眼神，像是要把她脖子咬断。裴承渊护在我身前，九弟，她是你皇嫂，休得放肆！皇兄紧张什么？裴承奇轻笑，还是说劫匪与皇嫂有关？气氛剑拔弩张。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外面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报！北境使者连夜入宫，说有要事禀报。裴承奇脸色骤变，我心中一动，拉了拉裴承渊的衣袖。这就是字幕说的证人。裴承渊得到提示，敏锐地抓住机会。九弟，北境使者此时入宫，未免太巧，不如我们一同面圣。裴承奇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恢复镇定。皇兄请。离开前，裴承渊深深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他的意思，保护好证据，等待时机。待他们走后，我立刻问字幕：诸位，北境使者是何人？字幕疯狂滚动，是九皇子的心腹，但他其实是双面间谍。对，他其实是皇上安插在北境的暗桩。完了，九皇子要翻车了！我心跳加速。若真如此，裴承奇今夜必败无疑。果然，天刚蒙蒙亮，宫中就传来消息：九皇子勾结外敌，即刻收押天牢，择日问斩。苏家冤情得雪，父亲官复原职。我喜极而泣，却听采薇又道：娘娘，太子殿下他。殿下怎么了？我心头一紧。殿下在御前立下军令状，3日后将亲征北境。我眼前一黑，想起了太子和皇帝的那份赌约。北境凶险，他这是要用性命挣出一份功劳。庆元26年秋，太子御驾亲征北境。1年后，大军得胜而归。凯旋那日，京都城门大开，我在城楼上抱着2岁的恒儿，向远处眺望。为首的将军身披玄甲，手持长枪，骑在马上远远行来。番外，庆元12年春，丞相府后花园，8岁的太子裴承渊跟随父皇微服私访，趁着大人们商议朝政之际，悄悄溜到了后花园。在一束海棠花下，见到了一个穿着粉色襦裙的小姑娘。彼时，她正踮着脚尖去够枝头上的一朵海棠花。裴承渊不由自主地走过去，伸手替她折下了那只海棠。给你。他将花枝递过去，声音比平时柔和了几分。小姑娘转过身来，眼里满是惊喜。谢谢公子。她接过花枝，凑近嗅了嗅，脸上绽放出比花还甜美的笑容。我叫苏婉婉，爹爹是当朝丞相。公子是谁啊？我是……裴承渊犹豫了一下，没有表明身份。我是随父亲来做客的。他从小在深宫长大，见惯了阿谀奉承的宫人，从未见过这样毫无防备的笑容。苏婉婉歪着头打量他，公子的衣裳真好看，比爹爹给我买的布偶还精致。他忽然想起什么，从腰间的小荷包里掏出一块糖。诺，这个给你吃，是娘亲亲手做的桂花糖。裴承渊接过糖，竟卸下防备，鬼使神差地放进了嘴里。好吃吗？苏婉婉期待地问。裴承渊点点头，想了想，从腰间解下一块玉佩递给他。这个送你。苏婉婉瞪大眼睛，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无妨，我家里还有很多。苏婉婉捧着玉佩，忽然问道：公子将来想娶什么样的妻子呀？裴承渊一愣，想起太傅昨日刚教的娶妻娶贤4字，便脱口而出：娶妻当娶贤。苏婉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将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那一刻，裴承渊不知道，这句随口而出的娶妻娶贤，将成为苏婉婉此后10年人生的信条，而他赠予的玉佩，也将成为2人命运纠葛的开端。全文完，
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